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伊朗现在在干什么呢？他的导弹上头啊贴着川普的海报、川普的头像哦。你看到他哦，说已经对伊拉克的这个美军的驻地啊，这个基地实施了一个打击，所以你看到战争到底有没有和缓呢？其实我们搞不清楚。不过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美军它的一些战斗机怎么搞的发生了异常，包括 B-52H 的空中的一个轰炸机在飞到一半的时候出现了状况，紧急的降落在英国的基地里头哦。所以在战事上面，两方都有损伤，其实有3方，还有包括以色列哦，还有一些周围的国家。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川普现在的打算是什么？要不要找台阶来下呢？美国提出了15点的方案哦，希望伊朗他放弃核武，然后呢这个解除他们的一些禁令制裁，然后1个月内啊，我们来谈判并且停火。不过我们再来看看《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举措显示川普在面对战争时候的冲击加大努力要找台阶哦，他想要赶快把战争给结束啊，所以这个行动是非常的急迫的。不过我们看到美国一边向伊朗提出15点的停火方案，可是另外一边他在调兵遣将哦，把一些兵啊不断的增加，不断的调度哦，说是要前往中东。我们看到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一支向中东部署的一支空降部队，还有一支海军陆战队要赶赴中东哦。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搞的？说要谈判，说要停火，可是又增兵呢？不过这个15点的计划，现在外界当然很期待，可是专家说恐怕很难被接受，因为理由是这个方案可能只是2025年去年版本的延伸。内容其实已经过时了，对于伊朗来说很难接受，所以和平到底来不来呢？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不过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是说，两个国家47年来的矛盾啊，干脆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做一个了断哦。所以您看到包括是不是照打不误呢？我们看到他还是不断的在轰炸哦。美国的媒体是这样讲，他说川普暂缓攻击伊朗，只是能源设施而已，军事目标还是不断的在轰炸啊。那前 CIA 的局长是说，川普不可信，比起川普，我更相信伊朗哦。这是我们看到前 CIA 的局长布伦南他的说法。那另外，川普现在开始甩锅了，因为开始有人讨厌他，美国民众有一些民调对他也不利，所以他说这个战争不是我想打，是这一个人想要开战。我们来听听看。Iran, that for 47 years has been just a purveyor of terror, and they're very close to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We can keep going and get that 50,000 up to 55 and 60. There's no end. Or we can take a stop and make a little journey into the Middle East and eliminate a big problem. Pete, I think you were the first one to speak up, and you said, let's do it, because you can't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所以现在川普是在甩锅吗？请教厉将军。我们先看这个美国提出来这15点的停战条件哈。那15点的项目很多，我把它归纳为大概只有3个要项哈。第一个要项就是说，伊朗来讲，你不可以有核子武器，甚至于你连核能发电的浓缩铀都不可以有。那你要核能发电，我美国跟以色列来帮你做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伊朗你的导弹这个射程不可以到2000公里，只能300公里，而且数量要限制在这个200枚或100枚以下。第三个，你不可以再资助周边的这种这个武装组织啦，包括到胡塞或者是黎巴嫩真主党那我们来检视这3点条件，其实就是去年在6月战争之后，这个双方来讲已经就这3点来讨论的。但是我认为这3点根本就不可能。我简单举个例子你可以说你家因为我担心你家这个会失火烧到邻居，所以你们就自己把瓦斯炉撤掉了，不要有瓦斯炉。那你3餐要吃的饭，我做好便当送给你，那你可以接受吗？那哪一天你不送便当给我，不就饿死了，对不对？就是这种就这么简单的道理。第二个，你说这个有关于导弹的部分
这个导弹就像是现在，如果说美国跟伊朗两国正处于高度的彼此不信任，也高度的紧绷状况啊，我将它形容成什么？形容就是说，就伊朗的这种立场来看的话，就像是你美国跟以色列闯进我家里面来威胁我的安全。那我现在这个手里面有一把这个自动步枪，我拿枪对着你那你如果那个歹徒跟你讲说，你把枪放下来，这个我们来好好谈。你认为有可能吗？当我放下来，如果说你这个就主动先对我射击，或主动就开始掠夺我家里面的财产，那我一点自我防卫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就这点来讲的话，那也不可能。那伊朗来讲这个他所提的条件，当然也可以说包括要美国要赔偿。大概通常战争里面只有战败国会赔偿，那也就是很明显的叫美国这个要投降嘛。第二个来讲的话，伊朗提出来就是荷姆兹海峡以后就归我管了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美国也不太可能这个会答应所以看起来双方来讲现在如果说是，我觉得美国是以战跟这个和两手策略在操作。可是今天放出来，包括到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穆吉塔巴他是不是也是他说愿意谈判？那是不是人家伊朗也会玩两手策略嘛？是假装谈判。假装谈判，他也获得喘息的空间。那利用这个如果有喘息空间的话，他会不会加强他的有关于无人机或者是导弹的生产的量能？所以我觉得目前讲起来这个双方来讲说是要谈判，说是要止战这个以目前这种态势看起来，我觉得都还不够成熟了那当然谈判地点也很巧妙的选在这个巴基斯坦。那为什么会选在巴基斯坦呢？以前中东地区他们只要谈判，大概不外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卡达，是这个我们看到，甚至于胡塞组织跟以色列谈判，跟美国谈判都是在卡达实施的第二个就是阿曼，上次伊朗跟美国第一轮的谈判就是在阿曼实施。那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已经是参战国了，这个伊朗去打他们怎么可能再提供你场地来谈判？所以我觉得谈判地点也不太可能。那第二个以往谈判地点有可能像这个美国跟伊朗第二轮的谈判选在日内瓦，但是日内瓦是在欧洲我试想一下，今天伊朗我想不到有哪一个这种敢代表政府去谈判的人敢到欧洲去谈判？你会不会我到欧洲去就被你斩首了？因为现在我想说这种状况就变成说，伊朗根本就不信任你美国，那你美国2次，去年也是这样，谈判都已经谈到第5轮、第6轮了，结果你忽然之间就发动攻击，这次也是一样，已经谈了3轮的谈判，第一轮在这个阿曼嘛，第二轮、第3轮在日内瓦，都已经谈判到已经有一个框架出来。伊朗外长也说这个谈判的进展状况很好，我们有一个框架，只是说大家还在讨价还价的阶段。这时候突然就以色列就发动攻击，但是我认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美国对伊朗所提的这3个条件，包括核武，包括到导弹，包括到这个周边的民间武装组织，试问这3个威胁哪一个有针对美国？没有嘛？美国这3个对美国都没有威胁，导弹也不可能打到你美国这个伊朗现在事实上它也没有核子武器那周边的这些国家更不可能对你美国发动任何攻击。所以说川普讲这话一点都没错他本来就不想打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关他的事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是以色列。这些国家你看，不管是我刚刚讲的，他这3样东西，他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都会造成威胁，所以真的想打的是以色列。很明显的，我认为川普是被以色列拖入这个战争的泥淖里面，绑上这个战争的战车。那现在我认为以川普商人的个性，他当然急于想抽身了。他每天军备花那么多钱，也不利于他其中的选举，民意也不支持所以他急于想脱身。可是现在我认为你要脱身是很难的。第一个以色列不会让你脱身；第二个，伊朗来讲的话，你也不可能跟伊朗达成任何谈判协议。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陷于这个和跟战都陷于困境。你要和要谈这个彼此之间不信任谈不了；要战的话，你也没有能力一股将伊朗击败。你不管派再多的陆战队或再多的空降部队或者是 B-52轰炸机我觉得你都很难屈服伊朗。所以战你屈服不了伊朗，和伊朗不跟你谈。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很明显的，川普陷于一个泥淖当中。所以看起来这个战争一时半刻是不太可能就会落幕的。谈谈打打，谈谈打打，我想这是一个常态了。是，
这次伊朗对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的美国的空军基地进行攻击，美国在这个地方经营这个空军基地也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当时把海山打掉以后，美国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空军基地了。那对于伊朗的民兵组织或者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要进入库尔德区，要去攻打美国的空军基地，可能不容易。但是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美国本身的防导系统出了问题了。也就是说，这3个多礼拜以来，美国的防空系统几乎消耗了很大的一部分，特别是我们看到萨德系统它消耗的，它被摧毁了好几套的情形下，那这些中程的弹道导弹都已经能够打到这个空军基地，这个会使美国的这个空军的后勤它陷入一个比较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地方，这个对美国在战略上来说是会有牵制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为什么会大那就是代表说，现在的伊朗价值比较高一点的这些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比较有效的去摧毁到价值比较高的军事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或是军事设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划得来了，很值钱了。过去我打一个很贵的中程的弹道导弹，被你的很贵的萨德系统拦下来，或者被你的爱国者拦下来，那双方都打掉了嘛但是我现在用贵一点的中程的导弹，我可以穿透，我可以打到你。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军事基地的运转就会显示出一些困难。有关于谈判的问题，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其实这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这是卫报英国的卫报它所揭露出来的。去年5月份，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其实就是这个版本，也就是美国提出来的就是这15点方案。那伊朗不接受嘛，所以当时还在磋商的过程中，美国跟以色列就对于伊朗进行攻击了。是，这个就是伊朗指控美国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讲武德，你不讲武德，我们还在谈判呢。是，你就把我打了，这是第2次了这是第1次那第1次美国打了以后，我们看到那中间彼此之间打了12天，打了12天，当伊朗展现出它有穿透性强的中程的弹道导弹打到这个以色列的首都的时候，以色列这个时候突然间发现说，哎呦，伊朗原来有这种穿透性强的这个中程的导弹，那因此双方就暂时休兵了。好，那就不打了，说我们恢复谈判。恢复谈判到了今年的2月26号还在谈，而且谈的说有进展了，也是这个版本。然后结果你又打了，而这一打的时候就打到现在了那就是第2次不讲武德了。结果我们在讲的是这一次你又说要谈判，结果拿的还是老方案。那观众朋友，您觉得川普是要谈还是不要谈？也就是说，当时2次都卡在这个版本上，然后你现在已经打了3个礼拜，你又把这个方案拿出来，那我个人认为川普根本没有打算要谈。所以您提到了他的征兵，是现在目前已经被证明了，31远征军、11远征军都是海军陆战队，是总共加起来4700人左右，还有伞兵特种部队就是82旅，2000多人，因为他的总共2个营了，他1个营就是800多人是2个营，还有参谋军官等等都已经投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加起来就接近快上万人了。是，然后再加上原本的4万多人、5万多人，他征兵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打一场更激烈的战争，而不是要谈判。所以谈判是一种方式，但是我把武力拉到最高，就形成一种极限施压，来用压迫的情境下来进行谈判。我个人认为，伊朗怎么可能会妥协嘛？对，如果连我们都看得出来，那伊朗应该也看得出来吧？一方面增兵，一方面说我要跟你坐下来谈，这到底是哪招？来，请教兵哥。我早就说过，时间拖得越久，美军的战损一定会越来越多。更特别的是，他现在还把 B-52这一种70年以上的飞机还在用。大家自己去想想看，不要说是飞机了，你家的沙发椅70年之后还能不能用都不知道，何况是飞机这种比较高机动性的东西，所以会出现个把故障很正常。而且只要战争持续，这种故障会越来越多，这一点都不奇怪。这也不是伊朗的问题，是美国自己的问题。那可是川普光是这几天就让整个
欧美日韩台湾股市上冲下洗了多少遍？他一天放一个消息，有的时候上午放一个消息，下午又放一个消息。那他每天这样放消息，我觉得也不只是伊朗，全世界现在当这个川普讲话之后，请问一下，会相信他的有几个人？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再看看吧，看他等一下又要说什么。所以当他的信任度越来越低的时候，请问一下，这个谈判的基础到底要怎么建立？伊朗现在已经呛明了，他说魏科夫跟那库斯纳这两个我不要了，他要谁？他指明要副总统范斯。那很多人说伊朗其实就是学川普这一招，哪一招呢？就是其实我也没有真的想跟你谈，我就故意讲一个范斯。如果你真的听话派他来，那表示你配合我啊。那如果你根本不爽，那看是不是能够在范斯跟川普之间制造一些分裂起见。伊朗现在也在玩这种游戏啊。实际上对伊朗来讲，川普现在提出的所有的条件，伊朗到底要信还是不信？我想以伊朗现在态度，大概全部都不信，因为你过去被信的记录太多了，所以他怎么相信你？那再来就是这些条件如果答应下来，伊朗也不用玩了，因为大家自己想想看，这些条件如果都答应，伊朗基本上就是被废掉武功了。他大概仅保留很基本的传统的军队，他导弹也没了，核子武器也没了，然后他得到了什么？只有美国跟以色列的空话保证。那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将来还有其他的冲突发生，你要知道，伊朗跟以色列跟美国向来都是我指控你，但是我不需要提出证据的。请问一下，他一直指控委内瑞拉在贩毒啊，干嘛？然后在海上击沉那么多艘船，杀死那么多人，美国提出任何证据了吗？都没有啊，他就直接这样做。以色列在加沙走廊到处去炸建筑物，等一下我们会讲黎巴嫩他也炸了一堆。请问一下，每一次他都是嘴巴讲说真主党在那里，或是哈马斯在那里，那请问一下，证据是什么？不用提证据啊。所以未来假设伊朗真的听了这个合约自废武功的话，那就是让美国跟以色列想起来就揍他一顿而已，然后伊朗一点反击能力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认为伊朗会在这种条件下去谈判。我觉得双方到现在为止，连谈判的序幕都还没有进，大概还要再打一阵子，双方再精疲力竭之后，才会有真正的谈判开始出现。对，所以你看到伊朗现在进行第80轮的攻击哦，那您看到它瞄准的是以色列北方的司令部以及科威特跟巴林的美军基地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特拉维夫这个地方哦，居民真的是心慌慌。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包括一枚携带100公斤弹头的飞弹攻入了市中心，现场浓烟一片混乱哦，居民发抖大喊炸弹，它这个爆炸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哦。那你也可以看到伊朗这个是包括以色列12频道的报道哦，他们记录了导弹在这个萨法德命中的瞬间。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纳雅通讯社各方面的讯息跟各方面的画面是描述伊朗的导弹来袭的时候，以色列的贝尼布拉克这些好几个地方都中弹了消防队员出动了，可是居民疲于奔命。你看到汽车，你看到建筑物，通通都被毁灭了。而另外这个战线持续扩大中，以色列攻进里海的港口，他说是要打击俄罗斯还有伊朗的武器运输的通道。那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他的确好几面在作战，他在轰炸真主党，在北边黎巴嫩的这个区域啊，你看到整栋建筑物已经崩塌了，夷为平地。这个画面您现在看得到，哇，好可怕！整栋建筑物直接就这样崩塌。另外好几个地方，这个各种的高楼大厦都被以色列给夷为平地极为这个残酷极为混乱。那以色列说，我们这些猛烈的攻击都是要歼灭真主党。那另外呢，是不是会有地面部队出来？他们黎巴嫩这里很担心，他说会引爆陆战的前兆，因为你看到黎巴嫩的总统就说，以军来势汹汹，全方位的地面入侵的前兆现在已经看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是这样讲，他说我在炸这些建筑物啊，我是要占领黎巴嫩南部这是一个缓冲区，我把你炸烂。炸毁我建立
防御的缓冲地带，要防止包括2023年大家记得吗？哈马斯那时候袭击以色列的事件发生，我就把你这个地方都夷为平地。可是我们看到这个黎巴嫩南部被以色列给这个看起来是被占领了，以色列也承认了哦。那当然，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哦就很惨。这个空袭已经让这里黎巴嫩南部超过1000人的性命已经丧生了，已经被夺走了。而另外呢，这一场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和平协议有可能来临呢？在等伊朗回应啊。可是美国媒体就这样报道，他说以色列这里很担心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担心川普可能会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可是远低于以色列目标，也就是说以色列会不会被卖掉啦？其中不仅包含重大的让步，也可能限制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以色列跟美国是不是中间可能有一些互相的这个嫌隙或者是互相的怀疑呢？包括以色列他们有政论评论员就跟我们一样，他就说以色列现在呢已经悬于交易场的边缘了，有可能被卖掉了啦。这位评论员他是这样讲，他说这对纳坦雅胡来说是失败吗？当然是。这代表了川普抛弃了以色列，此刻我们至少能够摧毁黎巴嫩，让加萨挨饿。可是已经没有人认为我们值得美国或其他国家在谈判桌上认真对待了，没有人愿意跟我们谈。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一些人担心他们被美国抛弃。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是在押保伊朗的议长吗？因为谈判需要有人代表嘛那可能美国希望这个伊朗的议长可以做这个某种程度的代表人，可是以色列他们就不同意啦这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他就讲这个人他可不是温和派，他曾经效力革命卫队所以这个也让这个谈判这个加剧很多的困难，增加了很多困难，从谈判人选，从地点，从内容，各种挑战。来请教将军。我觉得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场仗决战才开始打前面他这边攻击美军在波斯湾的地方的那些基地，只是他开始的一个前菜而已他现在主菜才开始上。那我们知道，如果说是就一个军人来讲的话，打仗首先要选择你的目标是什么嘛？你要有个目标，你才去打仗。那目标有很多种性质那第一个有可能是这个最容易打的。你不要把它当做第一个，首先要击落的目标。第二个有可能对你是危害最大的第三个是你能够达成你的作战任务的。如果按照这样来看起来的话，大家认为说是美军在中东的那些基地跟以色列比较起来的话，谁才能够让伊朗可以达到他的战略目标？那伊朗的战略目标，我觉得很清晰第一个就是他要让美国以后或者是以色列以后不能对他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可以确保自己国家立场，甚至于要求美国解除对他的制裁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伊朗这时候他可能才开始以以色列为他主要的作战，甚至于我可以称之为决战的目标。让我们看一下这时候他用的手段有哪些？对以色列有哪些手段？第一个，他的导弹攻击现在最近这一个礼拜的导弹，我们看到这个不但是新型的导弹，而且弹头重量越来越重弹头的种类花样越来越多，包括集束弹在里面。除了说是导弹的攻击之外，我们也看到黎巴嫩这个真主党在北边也开始发动攻势。当然，以色列这通常都是先发制人的，他的地面部队已经往前面推到黎巴嫩南边的叫利塔尼河利塔尼河其实上是在黎巴嫩人家国土里面，你等于去占领人家国土。这条河是东西横向的，他认为说是把这条河以色列把这条河占领之后，切掉这条河上面的的桥梁切断之后，然后黎巴嫩真主党就不能过这条河来对他这个发动地面的攻势，所以他主动对这个地方发动打击。那这场战争，我认为打到现在。已经外溢了啦。除了说是我们在这个地理上面的外溢，包括中东地区所有的产油国家、海湾地区国家、产油国家都加入战斗之外包括以色列来讲，北边的这种黎巴嫩真主党也加入战斗。但是有一则新闻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吗？包括土耳其也被打了伊朗也对土耳其发动攻击发动2枚导弹攻击。但是对这件事情，土耳其一直很低调。
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国家，如果按照北约国家，它启动北约这个条约第5条哈，就是所有北约国家要对伊朗动手，那在这种状况下，是不是就是引发了第3次的世界大战？我这边补充一下，为什么伊朗要去打这个土耳其？土耳其很难，以后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如果说是这场战火不很快这个交熄下来的话，这个伊朗去打土耳其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为什么？因为有一条油管现在所有油大家都焦点放在这个荷姆兹海峡，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一条油管是经过这个阿尔及这个亚美尼亚这亚塞拜然亚美尼亚以后到达这个土耳其那边。那现在很明显的，这个伊朗如果说他除了在南边封锁荷姆兹海峡，他是不是北边这条油管也要将你打断造成全世界的一个经济恐慌？所以我认为说，你看看现在战争，除了说是已经外溢了，除了说地理上面这些地方之外，打的范围已经从纯粹的领土的争执、军事的对峙，已经提升到包括能源战都已经参与进来，包括到甚至于说是打击了目标，甚至于已经离核子武器、离核设施越来越近。那包括到民生的设施，我们看到双方都扬言要攻击对方的包括攻击对方的发电厂。攻击对方的净水设施、民生设施，所以说范围已经不只是局限于军事目标，而甚至于能源目标、民生设施这个甚至于核设施都已经扩展，参加的部队也越来越多，甚至于包括沙特也说要参战。所以我觉得，如果这场战争不尽快大家找一个下台的方式，那有没有可能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觉得都有这个可能。这个很令人忧心啊！老师，过去都是以色列去把这个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炸平，对，杀了1万多个孩子还有老弱妇孺那有造成了2万多人的死亡甚至3万多人有人认为4万多人，那也把黎巴嫩的南部也把它炸平了现在还想占领黎巴嫩的南部，我们也看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它本身也受到以色列的攻击跟炮击。法国的总统也站出来说：“你绝对不可以占领黎巴嫩的南部，你没有权利这样做，这是黎巴嫩的，你不能够这样做。”但是以色列他肆意妄为他无视于国际的一个呼声，也无视于联合国的抗议，都不管。然后这一次以色列去轰炸攻击伊朗的时候，他事实上除了内塔尼亚胡以外，他得到的是他的在野党，也就是广大的以色列民的不反对。我不是说支持，而是不反对。所以对内塔尼亚胡来讲，这是历史上难得给他最好的机会，也就是朝野两党都不反对他去攻打这个伊朗，发动这场战争。那这场战争本来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有7道防线，因为美国也说帮他们防嘛，包括美国用萨德系统，包括用神盾等等的。结果我们看到这7道防线都破了以后，现在开始伊朗的导弹可以炸到以色列民间的住宅了。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怎么对人家，现在他的部分的居民开始怎么被对待的时候，以色列的居民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觉得太可怕？你当时你们去炸隔壁的这些小国，甚至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你难道他们就不可怕吗？他们可怕，他们又痛苦，但是他们却无奈，然后你们却肆意妄为。今天你们只是少少的被炸了，你就觉得很可怕。那如果你像加沙地区这样被炸呢，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你已经开始亲身的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痛苦，就告诉内塔尼亚胡停止战争吧。我想这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要再发动战争了。好，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以色列的评论员认为说，以色列现在好像开始被抛弃了。其实你不只是被美国抛弃，是你抛弃你们自己。以色列人在2次大战以后，我们对于纳粹对犹太人的这种恶行、暴政这种残酷不人道的事情，我们都对于纳粹严厉的谴责。我们也对于所有的犹太人，包括以色列民，报以高度的同情。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们的内塔尼亚胡把这个同情都消耗殆尽了。消耗殆尽以后，你不断的去攻击，然后去屠杀，
现在你已经造成了欧洲国家、西方国家开始孤立你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然后站在你这边，甚至连德国的总统都站出来谴责你。德国总统出来谴责你，这是很难的事情呢。为什么？因为德国有原罪。为什么？德国就是原来的纳粹，所以他们有原罪。但是这个有原罪的人，他们忏悔，他们也努力去修补。可是他们做到今天的时候，看到你以色列人的做法，他们看不下去了。那难道你不觉得你们的行为有问题，所以才造成国际之间把你们孤立，也造成现在没有人想跟你们谈判，因为你们就是鹰派中的鹰派，你们什么东西都要以自己为主，都不考虑任何妥协的方案，谁跟你们谈判？那到最后你也会面临被美国抛弃的这个最后一条路嘛。是。来，彬哥，现在看起来以色列越来越多这些住民区被炸，那被炸呢，当然以色列一定内部有一些反战、厌战的声浪，可是也有更多人他们会认为说，我们被炸不可以，一定要复仇。以色列民族他们复仇心是很强烈的，所以这反而让纳坦雅胡有更多的理由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打仗。那他现在对黎巴嫩这边就不演了。你看他那个理由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进攻黎巴嫩？我不是要占领国土，我只要保障我的安全，所以我要先在那边划清一个非军事区，让你没有办法突袭我。原来一个国家可以这样自己高兴就决定在别人的领土上面恣意妄为。请注意，黎巴嫩也不过才前2天，黎巴嫩才驱逐了伊朗的大使。是。对，其实这是一个对以色列示好的动作。可是你看以色列有在甩你吗？他根本就没在甩你啊！真主党为了这件事情还谴责这个黎巴嫩政府。那问题，黎巴嫩政府都做到这样了，以色列还是没有放过他。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就是一个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对纳坦雅胡来说，其实去年12日战争的时候，他的民调就降到很低了。然后那个时候加沙走廊战事又没有停下来，当时过半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战事会持续这么久，其实就是纳坦雅胡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生命不断的在撑而已。那现在这个呢，其实还是差不多，纳坦雅胡还是为了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所以他不会停，他也不想停，因为他如果一旦停下来，可能他就要面临相关的审判啊、司法的后续的动作，所以他一定会继续打。那现在你说以色列人出来叫苦喊冤啊，说我们要被川普抛弃啊，这个美国可能会跟伊朗私自达成协定啊，我跟你讲很难啊，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注意到没有？前2天川普在放消息，让股市震荡，说啊，我们已经跟伊朗达成一个不错的协议，那已经快要干嘛干嘛的时候，纳坦雅胡这边以色列立刻讲，我们不会停哦，我们会继续打，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对以色列来讲，纳坦雅胡前一阵子才说过，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停是由以色列国防军决定。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我只要看你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我就继续打，用力打。那请问一下，这个停火到底要怎么产生？那当然，很多人说川普可能会给纳坦雅胡施加压力或干嘛，可是现在到底谁对谁施加压力，恐怕还很难说了。真的，对，因为川普可以对纳坦雅胡施加压力，可是川普后面那些犹太金主会对谁施加压力？这个恐怕川普自己也要去考虑。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场战争恐怕不是像大家想的，表面上大家都打累，有人恐怕根本不想停。是，中东现在真的是越打越乱哦。我们看到战火已经烧向了科威特，这是伊朗的无人机在凌晨的时候夜袭机场的油槽也被引爆了哦。所以您看到这个画面，这是发生在25号的凌晨2点多的时候，有一架科威特的无人机，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飞向科威特哦。那这个地方是机场，那机场旁边有油槽嘛？那油槽爆炸了之后呢，就引发了强烈的爆炸跟烟火，还有烈火。不过幸好，万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但你可以知道呢，处处可能都是战场。现在中东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完全全是安全的。那伊朗呢，到处在炸，包括沙烏地还有阿联，现在逼近了参战的临界点哦。我们看到，包括阿联现在的态度有发生变化，他已经开始对伊朗所拥有的资产哦，开始要进行精准的打击。川普在这个时候呢，完全展现了他的商人的一个性格。据说啦，他提出来跟这些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这个 leader 讲说哈，你付钱呐，
哦，你可以付钱，你决定要结束战争还是继续打哈？这是 BBC 的一个报道，他说，川普要求海湾的盟国支付数兆美元，继续或停止战争。如果希望继续打你就付给我5兆；如果希望战争结束，你就付给我2.5兆美元。吓死人了！这个是 BBC 阿拉伯语频道的一个报道。可是呢，川普这个反反复复嘛，大家也习惯了。昨天他就这样讲，他说这个伊朗送给我们惊人的大礼，这跟石油、天然气还有荷姆兹海峡有关，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现在大家也搞不清楚。不过荷姆兹海峡现在有一点点可以，有一些国家有一些船只是可以通过的因为伊朗他就致函联合国说如果不是敌对国家的船可以通过，那它的内文提到了，只要没有参与或支持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而且完全遵守已经宣布的安全与保安的规定，就可以在伊朗的主管当局的协调之下通过荷姆兹海峡，而且安全的通过。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彭博社的报道是这样，付钱一样，付钱就可以通过说是伊朗在这附近的一些小岛设立了收费站。就像我们到高速公路，你要通过这个收费站是一样的如果你留下买路财，也许就可以安全的通行。不过伊朗当局他自己的说法是，如果你没有对我发动战争，没有对我侵略，你可以通过。那另外呢，全世界比较担心，除了油价通膨之外，未来可能也要担心粮食的价格会增加。高盛的预估是，荷姆兹海峡的局势会让化肥短缺，然后推高谷物的价格。而另外呢，市场重金对赌我们看到他们预测说，荷姆兹海峡要恢复正常，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那有人预测在4月15号前恢复正常这个是有25%的一个几率这个是一个数据的一个对赌。如果拉长到6月1号这个几率升到67%，那进入7月，你认为它会恢复正常，大概76%这样子的一个几率。那市场的预期准不准呢？不知道。可是川普现在已经受伤了，他的民调受伤那我们看到路透社现在有最新的民调，这是25号昨天公布的最新民调，川普的施政满意度已经跌到36%的新低。美国油价现在暴涨，所以只有35%的美国公民赞成他的空袭行动。这个数字呢，比上一周有做民调又掉了2%反之，不赞成这项军事行动的比例已经高达了61%。上周59%的人是不赞成，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越来越多人赞成川普。来，老师，科威特因为他在过去曾经被伊拉克所并吞，那美国在老布希的时代有帮科威特打了一场第一次的我们所谓的波湾战争，把这个海珊的伊拉克的部队打败。那海珊把部队撤出去了，所以科威特跟美国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密，也是在美国的保护下，美国也在科威特设了这些庞大的军事基地。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美国、以色列对于伊朗发动攻击，所以连带的也使这个原本被保护的科威特本身也饱受到伊朗的攻击这个就是被保护你就要付出代价这个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对于沙特来说，或者对阿联酋来讲他们沙特还远一点。阿联酋本身因为它跟美国的关系，还有跟伊朗的更靠近的话，它本身的被攻击力就越来越高了。那由于美国在阿联酋的设的军事基地，包括这个空军军事基地，包括这个海军的军事基地等等的，使这个阿联酋受到的攻击的程度最大。那目前来说的话，是沙特跟阿联酋表示出姿态而已，但还是有相当的克制。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他们都知道这一场仗真的是打不起。为什么？一个穿草鞋，一个穿皮鞋，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伊朗真的是太穷了，所以他们可以跟你打，但是你沙特跟阿联酋如果真的是卷入战争的话，那本身他们的富有的程度绝对会受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川普就见缝插针了，来要钱了，这个很不应该。对啊，这个因为这场战争是因你川普而发生，那阿联酋跟沙特也因为你川普而被卷入这场无端的战火，是，结果你却跟人家收钱，而且收的是天价，为什么？对啊，
2兆多，那是5兆哦2.5兆是不打对，要打是5兆对呀。可是你知道吗？当时美国去打这个伊拉克啊，打的时候花了10年的时间，然后到最后去年撤走了嘛，是也不过是2兆多。阿富汗打了20年，也是2兆多。那怎么这么一个战争还没开打，你就要5兆？而且呢，你以美国你现在派的军人来说不够的。当时你看打这个伊拉克人不多伊拉克的国土面积跟伊朗不能比，军人也跟伊朗不能比，还有民众的人口数也跟伊朗不能比。但是美国投下去的部队13万5千多人，而且打了1个月，打了1个月13万5千多人，而且我们讲的是第2次战争了，因为第1次战争地面部队一出去的时候才48小时就结束了。第2次的战争打了1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总统府帮总统做简报我们那时候就那时候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预判，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总统、副总统还有院长、行政院院长3个人。那我在那边跟他们做简报的时候，就开始分析说这个战争可能会怎么打法，大概投下的兵力，那个时候的兵力就投下13万人了，13.5万人，而且打了1个月的时间。那你对于伊朗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国土面积切割成就是山脉纵横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你要花这5万人不够看的啦。坦白讲，以美国现在的调动的5万人要打伊朗，真的不够看。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是打假的。川普如果真的想要打一场跟伊拉克的战争，我长久战厘米的话，你最少你也要出动30-40万军人，你30-40万从哪里调？本土啊。本土也没那么多因为你的陆军根本不会打大规模的作战的。美国已经失去打像波湾战争2次那样的大规模的作战能力，因为他从打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以来，这10几20年都在打游击部队，所以他的西点军校的学生，他们学到的都是游击战、反游击战，而不是学的是大规模的正规军的战争。那是到前年的时候，美国才开始发现他们完蛋了，所以他们开始把他们的国民预备师第1师从美国调到日本去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演练，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会打大规模的作战，他们要重新学习打师级以上的作为战略单位的一个作战。美国，你不要装了，你们根本打不起大规模的作战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现在荷姆兹海峡有一些船可以过，有一些船不能过，这到底要怎么看呢？没有，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伊朗现在开出来的条件是说，只要不是敌对国家的都可以过。但他其实是有但说可以过归可以过，但你要缴钱。打仗要钱对，他要收保护费。那过路费你还是要给啊。所以现在据说已经有船给了，那就可以过去了。那我现在就疑问就来了，那台湾算是敌对还是不敌对？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对，实在是不太清楚。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想现在各国大概大家也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去通过伊朗这个标准。那所以我觉得伊朗他大概自己心头也很清楚，你如果真的完全封死了，就是大家玉石俱焚，没有什么好下场。对，不如趁这个机会看是不是能够收点钱，也减少一点外地对他的攻击。可是你可以看到，欧洲这些国家已经坐不住了，英国为首的这些国家，他们最近正在酝酿说是不是要组成舰队去护航。可是呢，就跟沙尔曼王储说，我们忍不住了，美国应该继续打一样。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中东波斯湾这些国家也好，或者欧洲这些国家也好，到目前为止全部的作为全部停留在嘴炮阶段。大家都是嘴巴讲一讲，然后讲完就算了，就当没这回事。所以你也可以体会到川普有多急。因为现在的情况其实是非常恶劣的，也就是一些，比如说像日韩啊、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台湾啊，我们虽然台湾的储备不多，但至少我们是有储备的国家，就是因为我们也预想到会有一些战争啊、其他的状况，对，我们最短的是天然气，那煤炭啊，或者说其他那个肥料啊、石油，我们的储存期是比较长的。
可是，一些相对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孟加拉，对，然后菲律宾啊这些国家就会很惨。他们可能马上面临就是断炊，那怎么办？所以，川普也知道再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影响到全球经济，他的民调更起不来，所以他一直希望，不管是用骗的也好，是用压力也好，就是要迫使这个荷姆兹海峡开放。可是我必须提醒大家，最糟的一件什么事情？因为现在彼此之间的攻击还在继续，是那彼此之间攻击还在继续。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多，能源设施会越来越多。那就算荷姆兹海峡开放了，你也没有办法生产。卡达已经讲了，它的 LNG 设施因为遭受到攻击，所以呢要恢复到原来的产能至少5年。对，那怎么办？对啊，很多国家其实就依赖卡达的生产，而且现在受攻击又不只有卡达。中东这些地方越来越多受攻击，所以这场战争恐怕不是停战就结束，而是未来会牵延很长一段时间。没错，要休养生息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进一下广告。最后时间交给将军。我觉得这个沙特跟这个阿联酋他们讲这些话，说要参战，我觉得有点像吉娃娃在叫一样。这个你是觉得他们没实力？不是你知道，事实上这种王公大爷、有钱的人，他就不会想要打仗，这是很现实的。你知道以前我们台湾也帮沙烏地阿拉伯去打过仗啊，叫大漠远征队啊。那时候他们就是我有飞机，我有钱，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干。为什么他叫我们台湾去大漠远征队呢？因为他的油田经常被这个也门去炸，你知道，他为了要打也门，可是他自己有飞机，他自己不愿意飞，因为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有10几万的这种每个月有这么有这个这么高级的享受，我干嘛冒生命危险去打仗？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可以开价到2.5兆，他就吃定你们这些国家这个一点的防卫能力都没有，那必须依靠我美国来保护你们。在这种状况之下，好了，现在伊朗去打你们，那我刚好趁这个机会狮子大开口，我要保护你们。如果说你们不打仗，2.5兆；如果要继续打5兆，那我觉得川普就是吃定这些国家一点的作战能力都没有，他才可以大口开这些话。那之所以说是这个，我现在最近发现，我虽然说是身为一个军人，对于这场战争我的判断是完全不对的。为什么完全不对呢？因为我的判断是按照军事的思维理论来判断，但是这个川普打这场仗，他是按照股市的这种技术来做判断。你看一定是在礼拜6的股市，美国股市收盘以后，他开始攻击，然后礼拜1、礼拜2他开始放出说停战的消息。所以川普打这场仗，他不是用军人的思维理则来判断，他是用股市进出怎么样能够炒作来赚钱。那最近今天的新闻有一个神秘客，他2年狂赚了3600万，很精准的这个判断出来美军川普什么时候会讲什么话，要出兵不出兵，要收手不收手，所以他这把在股市里面这2年赚了3600万。当然这个我觉得后续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已经不是军。可是你如果说把这个生灵涂炭当做你股市进出的这种理由来讲的话，那对这些因为在战场上面上升的这些民众人民来讲的话，情何以堪？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如果川普是这种做法，他很明显嘛，大家可以去看这2月28号开打那天就是礼拜6嘛，礼拜6。